们在生命里担任各种角色，要做好每个角色，满足外界各种期待和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想说，在这个过程和在现实中修剪的我们，什么时候能让你感觉到你是没有在满足别人，而是真正的你自己呢？嗨，欢迎收看这周的 Loki Roll。这件事情的起源来自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不论在哪个场景，我也不知道我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放松。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就深深的感觉到自己一直在满足别人的期待和当好各种身份角色。尤其是国高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碰上青春期，就是刚好在一个探索自我认同的一个阶段。在这之前，其实我也是这样活着，就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我没有去意识到说和想过说自己是不是在扮演角色这件事情。早期想得很单纯，就是家里的人不要吵架，然后自己不要被讨厌，不要有人生气就好了，就不会去想过说这个是不是自己之类的这种状况。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在什么样的情况跟在什么样的人身边，我会感到轻松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搜索，一直在思考。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跟谁在一起，我都没有办法感觉到放松，因为我和不同人在一起，我会有不同的内在状态跟外在表现。可能因为我的生长背景刚好就是比较多家庭，像我自己就有3个家庭，每个家庭的风气、价值观跟习惯还有禁忌都不太一样，所以适应和观察环境就一直都是我的本能，就有点像是我的生理性反应，我没有办法控制它。就比如说，像我跟我爸爸那边的家人，跟我妈妈那边的家人，就是我跟他们的相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嘛。就我可能会跟他们聊不同的话题啊。那举例像我可能去我外婆家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留意餐桌礼仪，或者是那个用完琉璃台之后，就洗手台、琉璃台之后，桌面跟地面一定要保持干燥这件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啦。以前我就会去想说，到底哪一个才是我？因为从以上的表层听起来，我好像就是都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并不是出自于我自己。我曾经因为这样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我觉得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在那些过程的我都没有去表达过我真实的内在声音，就我的意愿也没有去表达出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哪一个都不是我，因为哪一个我都不够完整的感觉。那种压抑让我觉得那种状态和那个身份不是真正的我自己，但其实那些都是我，只是现实生活在我的身上演变成的不同的切面。那些切面的组成就是一个活生生又立体的我，所以其实我不用去执着它，然后我也不用去对抗它。我是在某一个瞬间，就是想清，然后想透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不再去想说哪一个才是我，我开始去想说哪一个地方和时刻会让我不会一直怀疑我自己。我在过去这一年有一个很深刻又我觉得很神奇的发现，就是能让我觉得我在做我自己的，我能好好让我自己存在，然后让我自己好好展现的地方是在镜头前面。对，就是此刻就是正在拍片的我和过往每一次在拍片的我，是不是超妙的？因为有些人在镜头面前，或是一开始在拍片的时候，通常不是应该要非常的不自在吗？大家通常对镜头的印象就都是镜头是假的，现实才是真的。但对我而言，镜头的我反而是真的，现实反而我有很多角色的束缚跟角色的框架。但我想要说的，其实重点不是在于镜头这件事情，镜头只是我刚好找到它的那个地方。很难想象以前的我是一个，就是连就打开内镜头要自拍或是要拍影片，我都会尴尬的人。然后我现在竟然在讲这种话，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 OK 镜头打开，那手要放哪，眼睛要看哪，都会宕机的人。对。我大概在刚开始经营频道，在刚开始拍片的时候，我就很有感。我每次拍完影片，时间都过很快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可能啊，我现在录制完了，我是不是要按那个停止键？我就会突然想说，诶，我刚刚拍片，我到底讲了什么？对，刚刚在讲的时候，那个人是我吗？天哪，就这样录完了，就是十几分、20几分就这样过去了的那种想法。我每一次对着镜头录制的时候，我在表达，在跟你们
聊天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世界只剩下我自己，然后时间就这样子默默的流淌，默默的就过去了。可能这就是所谓人家说的心流的状态吧。虽然影片在后续会被平台，然后会被演算法推送，让不同的人去点阅，让不同的人去评价，但在录制就是此时此刻的我，对着麦克风、对着镜头说话，我会觉得说我没有在满足任何人的期待跟任何人的印象，我没有角色的束缚。这对我而言其实真的很珍贵，就是对于平时都在习惯把注意力放在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刻，就是能完整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和我自己，还有镜头，还有这个时刻。我是在某一次之后特别有感的。我记得我刚开始拍前两支片的时候，那时候刚上传到平台的时候，我会自己稍微浏览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影片看起来怎么样嘛。我那时候看着那个影片的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陌生。对，我不知道就是其他的创作者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过。我甚至会想说，这个人是谁？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屏幕的这个人非常的陌生啊，我没有看过我自己这一面，就是那个在表达的那个人让我觉得很陌生。像我现在明明就在说话，但是当我看到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陌生的。我就在想说，诶，这是我吗？这是从我嘴巴说出来的吗？就是我，因为我一直，我觉得是因为我在录制的过程，我没有一直去审视我自己，然后我是非常的专注的在跟大家分享我想要说的东西，所以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发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像我说的这样子，就是你是不用一直去注意你自己的，就是你不用一直去想说你自己表现的怎么样，然后你不用一直去猜别人在想什么，然后你不用想说要一直修正自己，你没有去想说你自己有没有做对这件事情。我在思考这些事的过程，我就发现自己为什么不是在一个很爱我的人的身边感受到这种状态，为什么偏偏是在一个没有回应的镜头面前？你们有好奇这个问题吗？因为通俗来说，我们不是应该更渴望然后被回应这件事情吗？镜头它不像人，它不会给予人回应。在对着镜头讲话的时候，某个层面讲白一点就是自言自语啦。那为什么没有回应反而比有回应更让我会觉得自由？也许就是因为他没有回应这件事情，没有回应就会让我停止观察，就会让我停止焦虑。我会说是焦虑啦，对啊，因为会一直去留意外界的状况，有时候也不是焦虑，可能就是一种高敏感的一种现象吧。因为只要对面是一个人，我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观察，我的大脑就会开始进入运转运作的状态，开始会去留意语气呀、氛围啊、对方的反应啊等等的。但在镜头面前，我只是把话说完，就这样而已。我不需要去想太多，我不用一直表达，就是不用一直留意别人的反应，然后一直修正我自己的表达。我后来发现说，我不是需要一个懂我的人，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不用一直回应别人的时刻。这只是我自己的时刻，就像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为重要的人会让我们感觉到放松这件事情，但在我身上不是。每个人很原始，一开始最早接触的世界都是家庭。我的家庭背景让我习惯把注意力放在外界，比较难感受到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在一段关系里做自己的人，可是有一些人可能自然而然的他们就可以做到，但是从我过去的生活经验看起来，我有一些难度。说到这里，我就稍微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常常会有很多粉丝朋友可能会在留言区或是私讯我，问我说，为什么我愿意在网络上面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跟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我觉得说，承认一些事情不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这样子想，所以我愿意说。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就是我在想那些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比如我刚刚有说到说，在关系里做自己，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一些难度这件事，确实，我就觉得有难度就有难度，但这不等于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或者是说我是一个没办法付出的人。就是我不觉得说，我讲了什么就代表就是等于别的事情。我觉得听的人怎么解读，那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不想要过多的介入别人在想什么这件事情。好，对，那我们现在就又再回到我们原本的话题。
会让人觉得能好好做自己、好好存在的方式，我觉得不一定只能发生在一段很安全或者是一段很懂你的关系里面，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就是一个可以让我感觉到平静，然后一个能懂我，然后一个有能力去接住我的人。但其实我在找的重点不是这个人，而是那一种让我安心的状态。我想要的是一段不用一直去消耗我自己的时光，然后不会去消耗我的空间。对我来说，镜头给我的不是安慰，然后也不是理解，而是一个不需要及时回应的私人空间。我可以把话说完，我可以把注意力放回到我自己的身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的足够，然后非常的踏实了。应该会有人想说，诶，那为什么我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就直接说我想要说的话就好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办法让我感到放松，和让我感觉到自在。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最看重的，并不是我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件事情，我更看重的是我在乎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啦，因为这也不是这件事情对我而言不是可控的，我就是会自然而然的，就是更去在意我在乎的人。这个情况下，我就是还是会去评判啊，还是会去不自觉的去调整我自己，无法控制的去观察别人、观察环境，然后还有对一些事情的合理性，我会去评估。当然，这就是非常的主观的状态啦，这也是非常因人而异的。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在现实中直接的去表达，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跟很好的选择，但是在我身上不是。在我身上，在镜头面前是一个很合适的方式，对我而言舒服的方式。那理所当然同意的，有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在镜头面前并不是那么自在、那么舒服的方式。我觉得追求方法的框架本身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适合自己就好了。我的答案是镜头，那有一些人可能是。深夜开车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去爬山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一个能理解自己的朋友身边的时候，等等的，每个人的方法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跟落差。所以我发现说，人不是因为一直表达，所以变成自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终于停止观察世界，所以我们开始去听见自己的声音。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我们对于认识自己和成为自己，更多的是一种强大的印象。比如说，我们要展现自己啊，然后我们会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会散发着高昂的能量啊，然后有办法给别人一种渲染力的感觉。但其实有时候比起那种理想模样和那种所谓我们对成为自己的那种既定印象，我们只是需要一段能感受到自己的时光。像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路边，或是我坐在公园的时候，我就可能天气晴朗有阳光啊，或者是说面前的人来人往啊，看着眼前的景色，坐在那边沉默的我，就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一段时光是属于我自己的，而且坐在那里的那个我是真正的我。我只是坐在那里啊，我就不用去想其他的有的没的，我只需要关注我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然后我脑袋里在想的东西就好，就是很活在当下啊。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本人。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大多数都会把时间放在和别人交流，然后放在融入社会、放在社会里面生存这件事情，但我们很少将时间花在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上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曾经有一瞬间也有像我说的这种感觉？也许我们不是找不到自己，只是我们的注意力长期以来都一直放在别人身上，所以没有机会去感受到自己，或是很少有机会就是关注到自己。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自己不一定是某一个固定的样子，它不是你在朋友面前的样子，然后不是你在家人面前的样子，然后可能也不是你在工作里的样子，而它可能只是某一个瞬间，就是那个你没有在衡量，你没有在修正，然后你没有在证明你自己的瞬间，就是那个时候的你停止调整，然后停止修正，也停止去思考说自己是不是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那个瞬间就是你存在的地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刻，就是你感受到你自己的那个状态。
如果你已经找到的话，就是我非常的为你感到开心，因为在过去这一年，我发现，而且我找到了是我自己的这个时光，这个时光为我带来非常多的平静跟满足。我觉得它会让我觉得我活着，就是我说的那种活着，是我想要的那种方式活着。如果你还在寻找的路途，我祝福你很快就是会遇见他。也许不是在你很用力的时候，也许不是在一个你以为的时候，可能他就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你没有那么紧绷，然后你就会突然意识到说，哎，现在的你好像很放松，这个就是你会感受到这个是你自己的这种状态。会不会有人想说，哎，那我要怎么知道是那一刻？我要怎么就是发现它？我要怎么去挖掘它，把握它？我想要和你说，当你找到它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自己的内心会知道，因为那一刻你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终于不用再努力成为任何人。对，这就是我这一周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些，就是我近期的体悟。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之前自己的每一个阶段的累积跟觉察，就是汇集而成，就是我最近还蛮有感的一件事情。对，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对于内向的人会非常的有感这件事情，但是可能对于外向的人，我相信外向的人也会有感觉，只是说，可能对于内向的人会特别有感的去感受到我在说的那些小小的细节，这样子。对，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内容的话，欢迎你分享给你的身边人，然后谢谢你的收听，希望未来一周你们都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